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堂哥备考公务员5年，今年终于上岸。在奶奶的暗示下，我爸主动招呼全家人为堂哥庆贺。1000多一桌的酒席定好后，堂哥却不满意了。咱们家现在不是那种普通人家了，凡事要讲究一个体面，这都是最起码的人情世故。大伯，你别为了几个臭钱把路走窄了。最后，为了匹配堂哥的身份，定在当地最好的酒店，酒席6800一桌。为了减少我爸损失，我刚坐下准备大吃特吃，堂哥又不高兴了，用一种轻蔑又不屑的眼神看着我，开口好心指导。蓉蓉到底是个社会底层，不懂我们体制内的规矩，做事就是没章法。主位是留给长辈跟领导的，你一个小姑娘，让你上桌就不错了，还做主位，到时候你让人家服务员把鱼头往哪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堂哥刚一说完，包间内的众人眼神纷纷聚到他身上，他微微抬手，不经意间抚过他胸前的领带，脸上露出笑容。蓉蓉啊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这个阶层能接触到的，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，哥哥今天就好好教教你。堂哥居高临下的瞥我一眼，开始侃侃而谈。这有身份的人社交，凡事都要讲个章法，这领导们更是注重礼节。这小小一道鱼头菜里面都有大讲究，这鱼头就要对着主宾位，主宾位做最尊贵的领导，鱼头呢就寓意鸿运当头，鱼眼寓意高看一眼，鱼尾寓意委以重任，鱼肚寓意推心置腹，鱼鳍寓意展翅高飞，鱼脊12根刺对应12项考核指标，先差哪边都有讲究。堂哥说的唾沫飞起，最后一锤定音，这摆鱼头里面学问可大了去了，不是一般人能领会的了的。堂哥刚一说完，奶奶就眉开眼笑的鼓掌夸了起来。我大孙子懂得真多，一看就是当大官的模样，连这菜咋摆都说得头头是道，咱家祖坟上真是冒青烟了。说完又眉头一皱，看向我，蓉蓉你聋了，听不见你哥说的话，还不快点起来，以后咱们家就是我大孙子做主，你个死妮子懂点规矩，好好听你哥的话。我无语了，看向我妈，实在没想到我爸掏钱请吃饭，我作为女儿还要受这样的奚落。堂哥还真是上岸就变脸，3分人样尚未学会，7分官威栩栩如生。要知道他从毕业就一直备考，连续5年不工作不赚钱，每次缺钱花了就舔着脸问奶奶要，奶奶自然不能苦了自己唯一的大孙子，掏钱不说，还要转头唠叨我爸，说这可是咱家族唯一的男丁，他这个做大伯的必须得帮衬侄子，反正我只是个姑娘家，以后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了，怎么也不如自家侄子亲近。我爸不语，只是一味的哭穷，反正不管我奶怎么说，我爸就是不掏冤枉钱，气得我奶奶放下狠话，直骂我爸不孝顺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说以后等他大孙子发达了，我爸这个当伯父的想求人办事都得排队拿钱。我妈接收到我的眼神一斜，扫到我爸脸上，我爸一激灵，偏了偏头朝向我妈，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，掏出手机噼里啪啦的飞快打字，老婆闺女，今天就给我个面子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委屈 JPG 转账5200，老婆消消气，转账5200，宝贝闺女也消消气。我点击收款后，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，算了，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
这次就不计较了。堂哥看我挪了位置，气焰更上一层了。他把奶奶扶到我刚刚坐在的位子上，意有所指道：“这人啊，凡事还是得讲究个规矩。只有那些没身份的社会人士才这么不懂人情世故。不过也对，眼界决定一个人的上限，没眼界的人自然也不懂向上社交。”我瞅了瞅我爸的脸，一双眼耷拉着，微微眯着看向堂哥。我知道我爸这是生气了。亲戚全部落座后，堂哥一招手，派头十足地招来服务员：“现在可以上菜了。对了，小同志一定要提醒后厨落实好菜的品质，华而不实的东西可不能要。”服务员小姐姐礼貌点头，弯腰应好。堂哥满意点点头，这小同志服务态度和工作能力不错，不是那些靠脸型歪风邪道的女同志，值得夸赞。然而我看见服务员小姐姐在出门时就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5星级酒店响应速度快，没几分钟，一盘盘精致摆盘的菜就被端上桌，比盘还大的帝王蟹、澳龙、东星斑、海参鲍鱼，亲戚们看的眼都直了，都忘了动筷子，只是呆呆地望着这一桌山珍海味。要知道，在我们这平常酒席也就是700-800一桌，上千的酒席就算是高规格了。这6800一桌的澳龙帝王蟹都是普通农村家庭出身，谁家请客也不会当冤大头来这么充面子。不过很显然，今天这个冤大头就是我爸。虽然这场酒席是我爸出钱，但堂哥却说这是他的好日子，这请客的名义应该由他担。奶奶也逮着我爸说了一晚上，直说堂哥现在吃上公家饭，这派头跟规格绝对不能比别人差。别人请客，亲戚们自然是要恭维。咱老徐家总算出了个人才，大侄子，老叔早就知道你肯定是这个。你看看这一桌子好菜，都是托你的福，要不咱们哪能吃得起这些个好东西？表叔竖起大拇指，夸赞起堂哥。我暗自冷笑，可不好吗？这可是堂哥亲自挑选的，能匹配得上他高贵身份的规格。我爸选的1888一桌的菜，根本入不了我堂哥的眼。堂哥被夸得满面红光，眼神掠过面带不愉的我爸，闪过一丝不屑，一把拉过我奶奶。老叔谬赞了，我有今天可全靠我奶奶扶持。在我潜龙困于渊的时候，是我奶奶一直不抛弃不放弃我，给我支持跟信任，可不是吗？我暗自思忖，堂哥28的大男人了，至今还一分没赚过的家里蹲真是不多见。第4次考公失败的时候，就连堂哥妈妈都劝他，不行就去找个班上。就我奶奶坚定相信他大孙，拿着断绝母子关系威胁我爸，预支要了5万养老费，转头就支持了他大孙。奶奶眼含热泪地看着堂哥，脸上那叫一个感动。堂哥继续道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对我好的我都记在心里，对我不好的我也没忘记。堂哥对着表叔开始暗戳戳指桑骂槐，以后这仗着亲戚想求我办事的人肯定不少，但在我这心里都有一把秤。现在讲究个资源优化配置，这凡事还是得按章程办事，有个轻重缓急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叔看了眼我爸越来越黑的脸，我呵呵冷笑，这是堂哥在嫌我爸以前没权力扶持他这个侄子呢。堂哥前段时间突然狮子大开口，张口就要借我爸20万，用来做什么也不说。堂哥的脾性我家都了解，这借出去的就没有回来的。以前堂哥有朋友借钱给他，他死活不还，别人追到家里骂，
堂哥理直气壮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格局？什么叫借钱？说的那么难听，那钱是你用在我身上的投资，以后等我上岸了，我肯定会回报你。你现在急什么急？几个臭钱哪里比得上权力？真是小人眼界，不懂得什么叫长远投资。”出于堂哥的丰功伟绩，我爸连我奶奶的寻死觅活都抵抗住了，一分都不外借。现在堂哥上岸了，自然是要找回当时在我爸那丢的面子。堂哥抬起酒杯，向我爸那举起来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哎呦，大伯，您看我杯子是不是该添酒了？当年您要是能把钱匣子开条缝，说不定现在就能奶奶一样享福，以后到哪都不愁求人办事了。”我爸脸完全黑了，一动不动地坐在位子上不动，话还没说一句，我奶奶就急了，指着我爸鼻子喊了起来：“老大，你干啥呢？一动不动，跟个木头一样，从小就这个死样子。你没看你侄子敬你酒吗？我大孙子以后是大官，给你敬酒是看得起你这个大伯，你还愣着干啥？”我奶这话一出，要是桌子上再不懂眼色的亲戚也看出不对劲，一个个都缩起脖子，装听不见。我看了眼怒火马上压不住的老爸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谁让我是他闺女呢？”我端起酒杯，主动打破沉默，朝向堂哥：“我爸这几天感冒了，来之前刚吃了头孢，不能喝酒。我这个当女儿的替我爸喝一个。”我奶奶嘴一撇，看着我翻了个白眼：“哪里就那么巧了？谁知道是不是你随口乱编的？再说了，你一个死丫头哪当得起我大孙这种大官的敬酒哦？你爸是长辈，还勉强能让我大孙敬酒，你一个丫头片子算啥？”这话一出，不仅我爸脸更黑，连我妈也坐不住了。我奶奶还在叨叨个不停：“蓉蓉，你可劝劝你爸，心气别那么大，跟个木头一样，从小就不会讨人喜欢。我大孙当了大官，你爸以后求他办事的地方多着呢。我这劝你爸也是为他好。”等我奶奶叨叨够了，堂哥才装模作样的按住我奶奶：“好了，奶奶，我这个做小辈的怎么能跟我大伯置气呢？我可不是那种不讲情面的人。”说罢，看向我，居高临下的夸赞道：“还是蓉蓉比较会来事的，知道要敬着有身份脸面的人，比一些思想僵化的老顽固分子强多了。不是我看不起这些人，是这些人实在没眼光，不值得别人高看一眼。”我呵呵地看着堂哥笑：“哥，你说的对。”我指了指酒杯，一脸惋惜：“舅哥现在这种身份，哪能喝这么便宜的酒？要喝就喝茅台，既高端大气，又配得上哥你的身份。”我回头看了眼我爸妈，眨眨眼，给他们放了个眼神：“不是要摆派头，装高贵吗？那吃好的，喝好的，看不起我爸的话，我爸就不当这个冤大头买单了哦。”一听我这话，堂哥愉快地眯起眼睛，赞许道：“蓉蓉很上道吗？以后哥单位有条件不错的小伙子，哥先记着你。”奶奶一听这话，忙道：“哎呦，人家大干部还能看上咱家蓉蓉，大孙你可别为了个死丫头得罪了同事。”堂哥摆了摆手，把手背到身后：“这叫资源整合，体制内互相借力。人家要是跟咱们成了一家，在单位肯定要互相帮衬嘛。”奶奶迷迷糊糊地点点头：“我老婆子不懂那个，反正能帮上我大孙就行。”我在心里冷笑：什么资源整合？感情是把我当人情，当资源是吧？我是什么冤大头？是什么蠢货吗？当着我的面就这么直白的要把我送出去？堂哥以为他加上几个破词，别人就听不懂了是吧？众人皆醉他独醒，这猪脑子！
我现在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成功上岸了。来，小同志，你们家最好的茅台，给我来2瓶。服务员小姐姐走到身边，轻声细语：“徐先生您好，目前我们酒店茅台有3种价格，分别是5800、7800和典藏2018款12000瓶的。啥？一瓶酒卖1万？你们是不是抢钱？”奶奶一听价格，吓得跳起来，冲着服务员嚷嚷起来。堂哥的眉头一蹙，显然是对奶奶的不上台面不满。我连忙道：“我堂哥的身份肯定不能喝便宜的，我们就要典藏款的。”堂哥满意点点头，这1万多的酒算什么？等以后我平步青云，到时候直接往家里送钱送房子的都数不胜数。这1万多的酒现在勉强配得上我的身份，就要这瓶典藏款。我拉住服务员，继续道：“我听说你们最近新到了雨季燕窝，听说这雨季燕窝配虫草，最滋阴补阳了，对人，尤其是老年人身体特别好。”一听这话，奶奶眼睛瞬间放光。平常奶奶该省就省，该抠就抠，对我这个孙女当然是一毛不拔。可我奶奶偏偏就对2样是大方，一是她的宝贝大孙，二就是各种保健品。用她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她要健健康康等着她大孙功成名就，让他过上好日子的那天。果然，在奶奶的殷切眼光下，堂哥大手一挥：“小同志，这雨季燕窝给我们桌1人安排1盅，燕窝里都放虫草，给我奶奶好好补补身子。”好的，徐先生，虫草燕窝1盅998，我这就给你们下单。服务员走后，堂哥拉起我奶奶的手：“奶奶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今天您孙子就好好尽孝，给你补补身子，您可千万不要不舍得吃。以后您跟着我，您天天就过这样的好日子。”我奶奶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就知道我大孙子孝顺有出息，比你大伯强多了。我在一边看着默默无语。没记错的话，这场酒席是我爸出钱买单吧？堂哥还真是会借花献佛啊，拿着我爸的钱孝顺奶奶，反而我爸还成不孝顺那个了，看都给我看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堂哥喜欢孝敬奶奶，那就自己出钱孝敬吧。我给我爸妈发消息：“爸妈，一会吃完燕窝，咱们就迅速撤退。徐天要爱孝顺，就让他自己孝顺去。”同意的扣1。下一秒，我爸111111111 OK， 全票通过。我借口溜走前，堂哥正和表叔喝得正起劲，2人面红耳赤的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喝得有来有往。表婶面色不愉地拉扯了下表叔：“你喝这么多一会，咱们怎么回家？我可不会开车。”表叔脸一拉：“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男人在外面喝酒，你劝什么劝？这么不懂事！我今天必须得让我大侄子喝高兴了，一会你自己打车回家去，少管男人家的正事。”堂哥则豪情万丈许诺道：“老叔你不用担心，车你放心开，万一被查到酒驾，我跟交警队的朋友打个招呼就行了，保证你没事。”表叔哈哈大笑：“还得是我大侄子气派，你瞧瞧这本事，咱们老徐家小辈就数你最出挑。”钻出烟雾缭绕的包厢，终于呼吸到一丝新鲜空气。不一会儿，我爸妈也接连回来了。我妈冷着脸冲我爸阴阳怪气：“你们老徐家好气派啊，一顿庆功宴没个3、4万都下不来。我刚出来那会，你的好侄子还又让人拿了3条和天下跟1瓶茅台。”我爸自知理亏，只能凑上去陪笑：“老婆别生气了，都是我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本来想看在孩子奶奶面上发善心办场好事，
谁知道说罢，又在群里给我和我妈转了5200的转账。多亏了我女儿机智，给你老爸我省下一笔冤枉钱。等下个月我就带你和你妈去海南玩一趟。在我爸又哄又散财的攻势下，我妈才稍缓了脸色，冷哼一声：“你把你妈当我闺女奶奶，你妈眼里可全是她大孙子。没听刚才说吗？为了徐天耀的前途，你妈宁愿把闺女送出去当人情。”我爸沉默一瞬，脸上带了冷色，半晌后冷声道：“要是我妈她真为了徐天耀动我闺女一下，那也别怪我不认这个妈了。”晚上11点半，幸福一家人的群里，忽然有人问我爸：“省厅接班人，大伯你人去哪了？快回来结账了，服务员来催了。”省厅接班人，照片 JPG， 一共4万8，不算太多。今天这种规格的酒席还算配得上我的身份。省厅接班人，大伯人呢？快回来把账单结了啊！人都散了，只剩我和奶奶在这了。省厅接班人，大伯你要是先走了，可以直接给我转5万，我先把钱付上。省厅接班人，大伯大伯母堂妹人呢？你们一家别装死，奶奶还在这呢。下一秒，我爸在客厅充电手机来了电话，来电人徐天耀。我动动手指，堂哥成功从我爸通讯录毕业，然后同样的操作在我妈跟我的手机上 double 啊！我不禁感叹：世界清静。省厅接班人，语音 23S， 省厅接班人，语音 47S。 我好奇地点开语音，下一秒，我奶尖利的嗓音从里面传来：“徐德超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逼死你侄子，逼死你妈我是不是？说好了你请客，你怎么能先跑了，把我大孙丢下，让我大孙付钱？我大孙现在刚当上大官，手里的钱都有大用处。你这个当长辈的怎么这么不懂事，一点也不体贴你侄子？再说了，你家又没有儿子，只生了蓉蓉一个丫头片子，从来就没有家产给女孩的道理。以后你的钱还不是都得给你侄子帮他铺路买房子？赶紧给我大孙转5万块钱，要不然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”哇塞，堂哥终于使出他的绝招了，加倍攻击，只要遇到搞不定的事情，就把我奶奶搬出来。而奶奶呢，当然要为他的宝贝大孙冲锋陷阵，从小到大都是如此。说来好笑，我爸虽然是奶奶的大儿子，但从小还真没受到奶奶的一点偏爱。老话说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疼幺儿，说的一点不错。奶奶2个儿子，爷爷又死得早，爸爸比小叔大7岁，从小就带着弟弟长大，家里条件不好，高中没读完，我爸就出去打工养活家人，直到30岁才娶上媳妇。而我小叔花着我爸赚的钱上中专，17岁就把女同学搞大了肚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我爸是哥哥，小叔这个弟弟生的孩子却比我大的原因。堂哥10岁时，我小叔就因为晚上喝酒不慎掉进河里溺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爸不但每月要给我奶奶养老钱，还要另外多加上一笔不低的抚养费。从10岁到28岁，整整18年的供养，没换来我堂哥对我爸的一丝感激。但我也知道，奶奶毕竟是我爸的母亲，人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于一生，也终会因一时之景解开一生困惑。拿起手机，我走进爸妈卧室，轻轻叫醒了我爸。我爸沉默地坐在客厅，一个接着一个语音点开，听着奶奶对他的指责与辱骂：“不孝子，不如当时生下来掐死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”语音中，奶奶的嗓音越发尖锐，
随着最后一个堂哥的语音结束，我爸也结束了沉默。他缓慢地点动着手机。幸福一家人，大伯已经退出群聊。我爸对上我的眼神，扯出一抹笑。宝贝闺女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，再也不受别人影响了，就当解决完所有事。我爸和我要去准备睡觉时，表婶突然来了电话。刚一接起，表婶惊慌的哭泣声就从那头传来。大哥，你有没有天耀的手机号码？我老公他醉驾闯了红灯，撞上一辆大货车，现在人已经送医院了。天耀不是说他可以交警队朋友吗？我想问问他能不能让他朋友通融一下，就说我们没闯红灯，是大货车违规撞了我们，大货车有保险，这样多少也能给我们赔点，给孩子他爸垫上点医药费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摊上这种事。我爸挂断电话，与我对视沉默，给表婶发过去了堂哥号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我爸便赶紧买了几样东西，赶去表叔所在的医院。赶到 ICU 的时候，表婶正在跟堂哥在门前撕扯着。表婶双眼猩红，两只手死死地掐住面前的堂哥。谁让你昨天拉着我家老徐喝酒的？我都说了不让他喝，现在出事了，你要给我家老徐负责。堂哥不耐烦地推脱着，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体面。表叔自己喝醉瞎眼闯红灯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要找就找撞了表叔的人，可别想赖上我。表婶焦急地眨了眨眼，像是想起来什么，对着堂哥急忙道：对了，昨天你不是说你在交警队有朋友吗？那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，给我们通融一下？堂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政夹克，脸上闪过一丝心虚后，义正言辞道：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表叔是自己闯红灯出事，我要是找朋友，那不成了公权力私用了？我们体制内的可不是你们用来滥用权力的工具。表婶眼神茫然，呆呆的。可是你昨天明明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你随便打个招呼，就有朋友能帮忙解决事啊？怎么全变了？堂哥脸上闪过一丝不耐，转头看见我爸，眼神一亮，指着我爸道：你要找人负责，就找我大伯。昨天的酒席是他组织的，要不是他组织，表叔也不能喝酒上头闯红灯，出了这事。说完，又抱臂朝着我爸冷笑：大伯还真是分不清亲疏远近啊！昨天奶奶给你发那么多消息，都不见你回一下，现在还来凑别人家热闹。我可告诉你，奶奶这次是真生气了，说你这次要是不给她个说法，奶奶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，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咱们家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家，要是传出去你不孝的名声，我看你以后有脸出门。大早上听见这种话，我硬了，拳头硬了，大步流星的迈着步子往前。他狠狠一巴掌扇在堂哥脸上，我缓缓吐出一口玉气：爽！你这个泼妇，你敢打我？堂哥捂着脸震惊地看着我：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敢打公职人员，你这是犯罪。你家会赚几个臭钱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等以后我发句话，就能让你家没生意，你信不信？啪啪，又是接连2巴掌。我闺女打你怎么了？不仅我闺女打，我也打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臭钱！你从小到大用的不是我的臭钱，有本事先把钱还了，要不我这就联系律师起诉你。法律可没有明文规定说大伯有抚养侄子的义务。我爸上去2巴掌就扇懵了堂哥。我爸的巴掌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，干工地、磨水泥、扛沙袋，年轻时候的力气活他什么都干过，手劲也不是一般的大。
我爸正手感火热地修理堂哥时，我的眼神却落在了表婶身上。表婶听了堂哥甩锅的话后，眼神一直有意无意地往我爸身上瞟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表婶，我表叔怎么样了？我地上买的果篮，继续道：你说昨天我爸劝了表叔多少次不让他喝酒开车，说给他叫代驾标回家，他就是不听，还说什么我爸胆小，自己都老司机多少年了，就是出了事也有徐天耀给找人找关系平事。你看看现在这是闹的。表婶尬笑两声，硬扯出一抹笑。你说的是，只是你表叔这腿不知道还保不保得住，这 ICU 一天就是1万多，这家里实在是困难啊。我瞥了被我爸压在角落的堂哥一眼，说道：以前也有我表叔这种案例，听说是因为醉酒回家途中意外死亡，家属起诉劝酒人，结果成功让劝酒人赔了50W。表婶眼神一亮，真的？我微笑，表婶你自己去网上搜搜就知道了，我哪会骗人嘛。再说了，我微微靠近表婶，低声道：听说有些要面子有身份的人，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出了事，别人家属闹到单位，不仅丢了面子，在单位里领导也会过问，这前途嘛就不提了。半月后，表婶朋友圈发布一个朋友圈，大家来看看徐家大能人的真面目。视频，在我妈兴致勃勃的吃瓜眼神中，我点开视频。视频中画面是某县级别单位门口，大门紧闭，庄严肃穆。表婶跟堂哥两人相对，堂哥脸色难看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找到我单位来了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表婶则声音尖锐：我什么意思？我让你赔钱，要不是你，我家老徐现在也不能还躺在医院里。你拉黑我联系方式，我就只能找到你单位者。我告诉你徐天耀，我家现在被你害成这样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已经问过律师了，我老公这种情况你也是要负责的，你是做绝了，就别逼我在你单位这拉横幅要钱。表婶嗓音高昂，神情激动，跟堂哥拉拉扯扯的动作吸引了不少来往人群回头瞩目。堂哥表情难看的视线左右飘忽，嗓子里咬牙切齿挤出声音：小点声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，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凡事好商量嘛，大家都是亲戚。表婶冷哼一声：前几天我跪下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亲戚？现在知道是亲戚了，我也不要多了。律师说你要负30%的责任，那就给赔30W 吧。什么？堂哥目眦欲裂，声音都不由自主大了几分。你狮子大开口想讹我？表婶冷冷道：你现在是大官，不是说有大把人抢着给你送钱求你办事吗？1万多的茅台，你说喝就喝，还能拿不出30W？ 表婶的提问让堂哥脸色难看一瞬，他面部扭曲皲裂，脸上表情挣扎，掏出手机看了又看，最终像是下了什么决心，小声开口：要30W 没有？我这最多只有15W， 再多了我也拿不出来。不可能！表婶大声呵斥：拿不出30W， 我明天就来你们单位这拉横幅，我让你们单位知道你徐天耀做的好事，我真的没有。堂哥濒临崩溃，堂哥表情恍惚，罕见的软了态度，难以启齿道：表婶你行性好，其实我这个工作不是正式工，是单位体制外的合同工，我专门找了人，花了20W 才托关系进来，我现在手里紧，实在拿不出30W。你放心，
等以后我被提拔上岸了，肯定少不了你和我表叔的好处。我不是那种不体面的人。表婶啧啧两声，嘲讽道：“体制外的啊，就这还吹自己是大官呢？花钱托关系还装那么阔气干什么？还说什么以后？你这脑子考了5年都没考上，难不成以后就能考上了？我不管什么有的没的，反正你拿不出30W，我让你连这份合同工也干不下去。”堂哥表情扭曲，半晌才憋出几句：“你懂什么？我可是跟我们单位郭队长喝过鱼头酒的。你知道郭队长是什么人吗？他媳妇可是我们局长夫人的侄女。我搭上这条线，就是跟局长有了人情往来，到时候被提拔进体制内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”表哥越说信心越足，脸上又恢复些许倨傲神色。你们不懂体制内的人情世故也很正常，这越有身份的领导越注重规矩。这体制内跟外面那些野路子可不一样。我跟郭队长那顿酒，光练习敬鱼头手势就对着镜子比划3晚上。你不知道，那顿酒之后，郭队长对我是连连夸赞。我就是得了郭队长青眼，才能有这个门路进来，换别人连送钱的机会都没有哩。等我跟郭队长关系再近上几分，就能直接跟局长接触了。到时候我跟局长喝上几顿酒，局长直接安排，谁敢有异议？表婶似乎被堂哥的自信感染，犹豫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堂哥昂首挺胸，打过发蜡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明显。表婶，你肯定不像我大伯那一家子那么没有远见吧？应该懂什么叫长远投资。表婶咬了咬牙，最终道：“那行，我先信你这一回。你先给我15W，剩下15W等以后再给。”堂哥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看看你，就知道谈钱，一点格局、大局意识都没有。等我以后进步了，还能缺你那几个钱吗？”视频戛然而止，我和我妈面面相觑。没想到原来堂哥的上岸真相是这样，真让我说着了。早在酒席那天，我就怀疑过堂哥智商，现在看来，我果然有先见之明。2个耳朵里面夹的是鸿运当头，一点脑子都没有。自己托关系进单位，居然还言之凿凿的炫耀，感情是真不怕别人知道啊！表叔人没熬过去，人刚走，堂哥还拖着答应表婶的15W，于是表婶一怒之下将视频放了出来，戳穿堂哥的假面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着吃瓜基因，路上遇见吵架的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赶着上班的，都会停下来吃瓜。表婶发在朋友圈的视频被微信好友纷纷转发给朋友吃瓜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终被变音打码发到了网上。堂哥那句对着镜子练习了3晚上敬鱼头彻底火爆全网，网友纷纷调侃起了堂哥引以为傲的鱼头法则：鱼头不朝大领导，仕途必定不能好；领导夹菜我转桌，领导吃鱼我缩头。体制内晋升密码被我破解了。讲个笑话，出去吃饭1晚上没动一下筷子，鱼在转盘上 cos 1晚上陀螺，以后咱们家就是我大孙子做主。你个死妮子，懂点规矩，好好听你哥的话。听直堂哥在家气得摔了手机，这些人懂个屁！这是可是体制内最起码的人情世故。这些体制外的底层屁民一点也不懂规矩。网络舆论越来越大，堂哥嘴里提到的局长与郭队长也倒了霉，2位根本也是体制外的合同工，层层外包罢了。根据调查，
合同工编外组长经过冒充收受堂哥的好处费，又托关系违规操作，帮堂哥安排工作，结果被停职查办，可能整个外包公司都不保了。至于堂哥通过关系获得的工作，也终于被取消。堂哥晴天霹雳，在家里抱怨。奶奶听闻后悲愤怆然，一下子脑中风过去，成了偏瘫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堂哥托关系花的20W 好处费是奶奶卖了老房子换来的。爸爸把偏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奶奶送进了养老院，而堂哥在失去引以为傲的体制内高贵身份后，还积极钻营，千方百计地托人找到我爸，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说男方舅舅的老丈人可是某单位处长，只要我嫁过去，我们家就能实现阶级跃迁了。气得我爸直接找人打了堂哥一顿。堂哥愤愤不平，每天念叨末期少年穷，租了一个10平米的小单间，每天吃糠咽菜，又开始备考上岸。一年又一年过去，连养老院的奶奶都去世了，堂哥还在备考。直到堂哥35岁那年彻底失去资格后，他直接疯魔。听说村里多了一个疯汉，每天比比划划着给别人敬酒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